大家好，我是龟龟。虽然说呢，德国呢目前呢还是大雪纷飞，但是3月呢说到就到，春天呢很快就来了。大家呢是不是感觉手心痒痒，特别想往土里塞点啥？那3月呢可是咱们才有的黄金月啊，气温呢回升，雨水呢也很多。种啥呢？虽然不能说旺啥，在德国，但是呢，也是可以，就是说现在开始准备起来了。不然的话呢，到了5、6月可就没有收成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呢推荐6种最适合3月份种的蔬菜。说一说每一种菜的优点和缺点。我给大家说明说明。然后呢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开始去种哪种菜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小白菜，阳台小白的首选。你看，第一名呢，必须给到小白菜，它简直是种菜界的那个热门保底选手。第一个，为什么我说小白菜好呢？第一个，它的优点就是它周期短，一般呢种下去1个月出头就能吃叶子了，而且它不挑地方。哪怕呢你只有一个奶茶杯的那么大的盆子，它也能给你长给你看。而且最关键的是呢，就是说，它比较好种，长得快，而且呢，就是说它的品种其实也挺多的，小白菜各种各样的小品种，大家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小品种，对吧？它缺点呢，就是说，也不能算是缺点了，因为我们是3月份打算种嘛，它其实也是可以算它的一个小优点了，就是说它怕热不怕冷。所以说呢，德国呢说句实话，天气真正热的时候，要到稍微热一点的时候，才要到5月了。那所以说3月呢种它呢，其实呢是正好，而且呢它长得特别快。它个头呢长高，一下子就蹿高了，所以呢要种呢，大家就趁早，不要等到天气呢就说太大了，太阳太大了，你再种，它也就长得反倒不好了，它反倒会蔫了，就我们说的叶子呢就会变苦了。所以说呢，3月、4月、5月这几个月呢，因为在德国的天气呢都不是很温暖，所以大家种这些菜是非常合适的，种这个小白菜。好，但是呢，它有点点招虫子，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在地里大面积的种，小白菜的话，那大家就要注意了，给它捉虫子了。它相对而言，小虫子比较喜欢吃它，这也算它一个缺点吧。如果大家呢不想就是说天天捉虫的话，那么大家可以把它种在阳台上的盆子里面。第二种呢就是辣椒，辣椒呢产量非常高，你只要种1棵，那能接到很多很多颗小辣椒。3月呢是育苗的好时机，大家呢可以直接从超市去买一个你喜欢的辣椒的品种回来，然后呢把它的籽就可以育苗了，用它的籽就可以育苗了。你喜欢种菜椒也好，朝天椒也好，都可以种。这么说吧，你这个东西呢，辣椒呢，就是说吃的就是个新鲜。如果你现摘现炒，那个香味啊，超市里是没办法比的，超市里买的是没办法比的。而且呢，它呢病虫害相对少，挺省心的，这是它的优点。那么缺点就是呢，它周期比较长，它不像那个小白菜呀长得那么快，你得耐得住性子。从育苗到吃上嘴啊，育苗一般3月份开始，到你真正可以吃它，要到7、8月份了。那起码的4个月的样子，是吧？因为德国天气呢，从3月到4月、5月天气都不暖，相对而言6月、7月、8月这3个月天气比较暖和，所以说呢，接辣椒估计也是6月、7月、8月这3个月以后才开始接的。
所以说呢，大家就是要注意，就是说你的周期比较长，没有那种叶子菜1个月就可以吃，所以说要有耐心。但它一颗呢能给你结很多，你也一般情况下你也不用去捉虫啊，你可以直接在地里大面积的种植。还有一点，它辣椒呢就是根系比较浅，你不要浇了太多的水，如果就是说浇了太多的水的话呢，它容易掉花，就是说也就是产量减少，就这个意思。第3种呢，我要推荐的是土豆。土豆呢，你就像挖宝一样，它非常开心。3月呢，一定要试试种土豆，哪怕是在你搞个袋子里面种都可以，像大的那种编织袋啊都可以。因为土豆相对而言种植呢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家里有土豆，它已经有点发芽了，你就只要把家里发芽这个土豆切2块，然后把它放在土里，它就会自己野蛮生长。而且土豆苗呢其实挺好看的，绿油油的一大片，非常的能点缀你家的菜地。但有一个土豆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比较占地方。土豆呢需要比较深的土层，如果你是用盆来种的话啊，你可能种出来的呢土豆比较小。但是怎么来说呢，咱们是重在参与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家里实在没有地，我们就在阳台上的盆里种也可以，或者用个很大的就是麻袋或者这种编织袋种也可以。所以说呢，最主要它是收成也挺高的，而且又没有什么虫害，这算它的优点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你也不用很多的打理，这个呢，所以说我非常推荐种土豆的。而且呢，你自己种出来的土豆啊，跟你在超市里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而且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土豆品种，土豆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你挑一种你喜欢的品种，吃起来就是说你自己最感兴趣的，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收获感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第4种推荐的呢，我要推荐的是四季豆。四季豆呢，就是说我每年都种，不管哪种豆子吧。如果呢你有一面墙，或者你自己随便搭一个支架，那就赶紧种四季豆。它有啥优点呢？就是说它空间利用率极高，它往上爬，不占地面。而且呢，你自己种的四季豆那个非常的脆甜，随便加点蒜末一炒，比肉都香。优点是你可以选择不用搭架子的四季豆也可以种，对吧？它非常简单。如果呢你想它就是爬藤的那种，家里没有那么多地，那你可以给它搭个架子，然后呢它就顺着架子爬，它的产量特别特别高。所以呢这种不用爬架子的四季豆或者是爬藤的四季豆呢，我每年都种。就是说四季豆是我必种的一个必须种的一个菜品吧。所以呢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去尝试尝试。而且呢它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对吧？它就是说你可以施很少的肥，得到很多的产量。最后给大家说一下的是，四季豆呢你必须炒熟了再吃，不然呢有点容易中毒，它里面有一定的毒素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啊。第5种呢，我推荐大家种的呢是樱桃萝卜。它樱桃萝卜产量呀非常高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快的一种蔬菜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樱桃萝卜既可以吃下面的萝卜，又可以吃叶，所以呢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速度之王，它非常非常的快，一般20天呢它就能收成，慢的呢30天呢要慢一点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3月份天气德国不是很暖和，如果大家想用樱桃萝卜的话，
就种樱桃萝卜的话，你可以用个盆放在室内，这样的话速度会快很多。大家呢可以用它呢，就是直接生吃，或者是拌沙拉，或者怎么说呢，把叶子下来像清炒萝卜菜一样也可以，对吧？它有一点点的那个缺点，就是如果你收晚了啊，它里面就空心了，口感像啃木头。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能收得太晚，一定要就是3-4天就要收了。当然了，这取决于天气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在德国其实最好可能还是4月份开始种它，或者5月份，因为天气可以直接在外面种。如果在家里室内有地方的话，在盆里种也是挺好的，对吧？毕竟德国嘛，蔬菜是比较缺饭的。好，最后呢一个菜呢，我想推荐大家种的呢，就是厚皮菜。厚皮菜呢，在中国呢种的人非常少，但是呢，我为什么推荐它呢？最主要是厚皮菜呢，它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有很多营养呢，就是说它包含很多很多的铁，特别对女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。而且呢，它就是说跟小白菜完全不是2个相同的路数。因为呢，它就是说它吃起来的口感啊，跟有点就是厚实的感觉，有很多人还不一定会喜欢这种菜。但是大家可以尝试尝试，因为这种菜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高，所以我特别给大家推荐，而且它没有虫害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它产量特别特别的高。如果说有幸的话呢，它还可以2年生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年种了，如果冬天不是很冷的话，它第2年它可以继续的发。所以说这个菜呢，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种的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留言、点赞、转发、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，谢谢。